我们两个人相处有一段时间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相处的都挺好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好像给我挖了一个陷阱，而我现在好像就被他给赖上了。我希望他能好好的重新审视一下这段感情。掌声有请，有请。小张28岁，来自辽宁，房产中介；小杨27岁，来自四川，无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天是谁要来的呀？是我要来的。来干嘛呀？我就是想分手。想分手啊？啊，对对对。分了不就得了吗？不是，但是他现在不跟我分手。哦。啊，对。不想分是吧？哦，谈恋爱谈了多久啊？2年多点。怎么认识的？当时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的啊。因为我是干这个的嘛。不是，你是干哪个的？干那个就是房产这方面的嘛。房产中介。然后经常有那个开发商请吃饭嘛。然后在那个聚会上认识他的然后后来呢，他就是房子到期了，他托我给他找，然后后来找了一段时间呢，没找到什么合适的。后来他就提出来，他问我，他说你是怎么住的？然后我说我也是一个人住啊。然后他就想着合租行不行？因为他那段时间工作也那个换的比较频繁，没什么钱啊。然后我一想着小姑娘也不容易是吧？然后我就想帮一把忙嘛，也就后来就好了。不是，那也是过了一段时间了，因为就是女生嘛，比较那个擅长那收拾家务什么的，而且还擅长做饭什么的时间长就久而久之，反正就是感觉还不错就好了。对对对。那现在为什么要跟人分手呢？那后来呢，又发生了好多事情他就是中途也欺骗过我很多次好多次呢对，算是吧。捡几件重要的说。行，就是因为半年前嘛，他那个在北京过的就是可能也不太顺利，工作也就频频的换，然后他感觉可能有点就是坚持不下去了，然后正好老家那边呢也算是有点机会，然后他说想回家了。因为我也实在是无能为力，我也不能给他找到更好的工作。然后他既然有更好的选择，我得尊重他，对吧？然后后来就是走的头一天晚上吧，我们两个反正也都很痛苦。然后痛苦什么呀？不就回家找个工作吗？那不就两地了吗？就是他回老家，你们就觉得可能要分开了，是这意思吧？对。虽然没说分手，但是心里反正也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他就回去了。回去了，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也是还是很想他嘛，然后经常给他打电话、发微信什么，但是他都没有回我，电话也没有接。然后后来我一想一想，可能是人家有什么别的选择了，是吧？然后我也就后来就没打电话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突然间他先给我打个电话，然后他说家里逼他相亲，但是他不想跟那个对方结婚什么的。然后他想让我回去解救他。这个词儿用的因为他父母逼着他嘛，把他关家里不让他出来然后我一听，然后他说他还想跟我在一起然后我一听，那我就回去呗。你们俩失联了多久？他让你解救他呀？半个多月。去了。对。然后呢？然后去到他家里之后，他父母就是见我面之后跟我提的都是一些结婚的事儿。啥意思呢？就比如说小张啊，你现在是不是有没有房啊，有没有车呀？你是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你不是去解救他去了吗？是啊，但是他是之前肯定是跟他父母是这样说，反正我理解是这样的，肯定跟他父母提前都说好了，我男朋友怎么样不是他是去解救你吗，姑娘？是。那你父母为什么跟他提结婚的事儿？什么意思呀？因为我父母不是想让我在家里找一个嘛然后我就不想和他相亲结婚，我还喜欢他嘛，还是想和他在一起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有了男朋友了，跟我父母说我男朋友条件还不错，有房有车啥的，当时只是想说服我父母嘛然后就说了这个情况。后来呢？后来然后他父母一看我感觉我条件还可以，然后就让我把他带回去了你说你有房有车了？我虽然是没有，但是我看他的意思就是让我说是有，然后我也就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了那你们俩叫联合欺骗，不是他骗你你们俩联合骗了他父母呗？这没骗你就想跟你好不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他让我回去就跟他父母这么说的，我也没想就是说是跟他父母说我有房有车什么的然后后来回去了，然后因为这段时间他也就是在家过得也非常不愉快吧然后我就想着回去之后先在家缓一缓，过段时间然后再出去找工作什么的然后这段时间
他就是可能待的比较习惯了，每天就是除了玩游戏、看电视，或者是购物什么的，也不干别的。就不工作了。对对对，这是为什么呀？我也四处投简历，然后找工作了，然后就是对方没看上我吧，然后就一直在找。所以就是处在一直在找工作的路上，是这意思吧？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啊！如果是他一直在找的话，那我也可以理解他。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去。我就之前让他投简历找工作嘛，有几家公司通知他去面试了都，但是后来据我了解，他根本就没有去，因为那几家公司有我朋友在那儿。后来我一打听说他根本就没有去面试都。没去。去了。哎呀，那我信你们俩谁的呢？去了，真的，当时那个人家没看上我，因为嫌我学历低啊，然后工作经验也不足。人家去了。我打电话特意确认过这个事情，我朋友告诉我说他没有去。确实没去。确实没去。然后后来他实在是硬着头皮撑不下去了，然后他告诉我说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后来呢，也就1个星期左右吧，又被我发现了，还是一次欺骗。他每天跟我一起上下班，因为他坐地铁嘛就是跟我同一时间出门那天我正好有钥匙落在家里了然后我是10点多回去的，发现他正好也在家呢，根本就没有去上班。是吗？当时是有一点欺骗吧，因为我们总是因为这件事情吵架嘛然后我就想先缓和一下，然后再慢慢找工作嘛。等于被他抓了个现行是吧？然后后来他也就开始反正还是那样一直也没什么改变就是跟他之前跟我其实刚开始处的时候吧，就是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以前刚开始处的时候，感觉他还有点上进心什么的，那还能独立什么的而且每天回家还能吃到他做的饭。而现在呢？现在呢，还让我给他往回带饭了都。这为什么连饭也不做了呢？他老嫌弃我做的不好吃然后家务干的也不好，然后就想冷暴力逼我分手，然后我也不想和他分手。冷暴力逼你分手行。现在分手是觉得养不起了是吧？能力反正不太够了你不分手是因为爱他吗？还是因为你需要他养你？也不是是因为他觉得他达不到我父母给的要求，然后他就硬要分手。说我可以把要求降低不需要完全遵守我父母的要求。听明白了这是另一件那个咱把这件事也掰扯掰扯他父母说你达到什么条件你能娶他？因为上次回去不是跟他父母说有房有车吗他父母后来来了北京之后，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发现我这生活条件非常差然后后来他就觉得他女儿不能跟我在一起然后他父母就开始逼着我逼你干哪个呀？就逼我买房然后我现在实在是我也是有点忍受不了了。你忍受不了什么呀？他让我买房，我根本就买不起他要不让你买房，你还跟他分手吗？他不让我买房，但是我现在也不想跟他在一起了为什么不想跟他在一起呢？我感觉他这个人现在没有那种上进心吧，就一个人奋斗太难了，太累了。对对对。那接着找工作去呗。是呀，还在找你这找了多久了，姑娘？大半年吧。你喜欢他吗？喜欢呀。是一定要嫁给他吗？如果没有目前最好的选择的话，还是想跟他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还有选择的话，就不要他了，是这意思吧？不会。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和他谈恋爱。不是，你跟他谈恋爱肯定是第一次。这是你的初恋，是这意思吗？以前没谈过恋爱。对了，主持人，我还有一条需要补充一下。就是上次他第一次回家的那一次，其实不是说是待不下去了，是他想回家相亲去了，家里给他介绍一个更好的对象。是这样吗？父母是觉得这样吧。你也是确实回去相亲去了是吧？对，因为当时没有找到工作嘛，然后觉得心烦，父母就觉得应该让我回去吧。也就是说你那15天失联是在相亲，是这意思吗？是。没看中别人是这意思吧？因为我们刚相亲嘛，然后又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就是觉得不喜欢他。真要分啊？对，实在是扛不住了。你指什么扛不住？不管是精神上还是那个经济上每天回家之后，他还跟我俩总是特别就是念叨这些工作这些事儿，然后还给我施加压力，我实在他给你施加什么压力？就比如说这个月这怎么样就相当于挣多少钱了
现在他一个人挣的钱够你们2个人在北京生活吗？够。够啊，也就节约点吃。节约点就够啊，反正就是过不下去了，是这意思吧？对。但是你必须得过下去是吧？他要跑能跑掉吗？我在家里等他，我看他不回家。我在家里等他。你在家里等他？你在哪个家等啊？在他家等他。那你是跑不了了，兄弟。你们俩谈过分手的事儿吗？谈过。就是分不掉是吗？对。就一定要分是吗？没得缓了。实在是我这真是。我问几句啊。其实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好像你们俩在一起没听到多少感情的成分，日久生情嘛，对吧？处时间长可能也有感情。你也是这样吗？因为就2个北漂的嘛，在北京。其实特可怕就是这个嘛，因为我们2个人都需要一个依靠，那个时候你就靠到了他，是吧？现在你老靠他，他要靠不住了，怎么办？没房子嫁不嫁？嫁。这行吗？如果这个事儿他可以凑合的话，我还是可以哎呀，我怎么就在这里面听不到那个爱的部分？你们相爱过吗？肯定了嘛。有过哈。他要真跟你分了，你除了在他们家等他，你还准备做点什么，姑娘？暂时没想到，只是想到那句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哎呀，这事儿就够吓人的了，看着办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也一直在犹豫那个刚才赵成老师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你们2个人之间啊看不到爱，可能是因为你们没说，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没感受到，但我现在感受到就4个字儿，叫抱团取暖。从一开始2个人在一起的目的都不单纯，我觉得女方呢当时可能想的是，我就先凑合住一下，男方想，哎呦天上掉馅饼，这姑娘没地儿住，正好住我这儿，说不定也能发展一下关系。就这样，2个人开始了一段你们认为的爱情。所以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你们的这个恋爱的目的就不单纯，这一点我就不太看好。接下来呢，2个人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都坦诚，我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碰到更好的我就再换一个。然后男生也是，我实在是扛不住了。女孩，你这个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有点像那种骑驴找马，你知道吗？就是我先凑合着，我碰到好的我再去试试，不行了我再折回来找你，这不厚道，对这男孩也不公平。然后你不找工作，一直在家游手好闲，这么大好的青春光阴，这么大好的时间，我就觉得你应该好好静下来想想你自己的价值在哪。这个事儿很重要，这跟恋爱没有关系，这跟你的整个人生有非常大的关系。先找到你自己的价值吧，好吗？谢谢。你们俩刚才聊了些什么事儿啊？房子、欺骗，还说我就要跟着他，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我只能解释为你是多么的颓废，多么的懒惰。年纪轻轻的找份工作很难吗？挣多没有挣少行不行？如果本领不高，我们学习，学一些基本的技能，在这么大个北京城还找不到你的容身之处，非要栖息在他的屋檐下吗？如果一个人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谁还会尊重你啊？说我是为他好，我希望他能够敲醒他，不要再那样去作践自己。但是男生，你的问题更大。一个陪伴了你将近2年的女孩，你也说了曾经很温暖，就是因为他现在几个月不工作，你就嫌弃到他说他不赚钱我养不了了，赶紧走吧。至于吗？在他最落魄的时候说你赶紧走，这像个男人该说的话吗？生活不是这样的，只有你们自己成长了，自己尊重自己，自己有价值了，尊重了别人，才能值得拥有幸福。去锻炼吧，让自己成长起来。谢谢。都已经撕破脸了，为什么还要在一起？是因为2个人都觉得大概也找不到什么更好的，所以干脆就在一起。男生说我扛不住了，那最后来一句，如果你不让我买婚房，我还可以考虑一下。感谢这2年你陪我度过的就是这些日子吧，就是其实
在北京过得其实挺苦的，但是有你陪伴的话，过得还是很舒服的。希望你以后反正能找到一个比我更适合你的吧。我知道我这2年做的不够好，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原因，但是还是很感谢你包容了我这2年。希望以后各自的路好走一点。请亮灯。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他还像过去那么积极向上，努力的去工作，愿意跟你共同创造一个属于你们的未来，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那还是可以回到过去。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请开门，请开门。来，姑娘。有话跟他说吗？我还是想感谢他这2年对我的付出。今后的路我可以自己走下去，可以改变自己，可以努力生活。行，加油吧，没问题的。谢谢你啊，谢谢清辉。